全网炸裂。于龙直播中上演独一无二的求婚名场面，钻戒引发的风暴。爱情可以温柔如水，也可以炸裂如雷。而就在这个平凡的夜晚，于龙用一种谁也没料到的方式，把原本平淡的直播带成了一场全民狂欢的喜剧大片。他没有精致布置的求婚现场，没有一串串煽情的表白词，更没有天花乱坠的感人剧情，只有一个笑掉全场的超大假钻戒和一句让人瞬间石化又暖心到不行的广告搭档式表白。直播进行的顺风顺水，观众们正被新品吸引着，评论区也满是咩咩今天太美啦，于龙今天眼神不对劲的互动弹幕。突然，于龙神秘一笑，慢慢走到杨咩咩身边，然后扑通一声单膝下跪。杨咩咩，你愿意成为我一生的广告搭档吗？观众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幽默桥段，直到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星号闪瞎眼的巨无霸假钻戒星号，整个直播间直接炸裂。没有一个人不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又笑到飙泪。杨咩咩一开始还满脸懵，但当他看清楚那枚大的离谱、反光的像舞台灯球的假钻戒时，立刻笑弯了腰，嘴角止不住地往上翘，像极了一个收到意外惊喜的小女孩。他指着于龙，笑着喊：“你是疯了吗？”但眼里却藏不住的宠溺和甜蜜。网友们纷纷截图他那个时刻的表情，笑中带泪，甜中带羞，有种这不是演的，这是心动了的真实感。当一个情节同时拥有荒唐与真挚两种属性时，它就具备了成为名场面的潜质。而这场直播求婚正好就是如此，它荒唐在那颗戒指实在太夸张，太好笑，真挚在于眼神和语气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意。观众笑到肚子疼，但笑着笑着却又觉得鼻子发酸。这种哭笑不得的情绪才是最真实的观感体验。直播的弹幕如潮水般涌现，屏幕像被一股温暖的热浪包围，不只是被他们的互动逗笑，更是被他们的感情打动。我们常在荧幕上看到精致的爱情模板，却很少见到这样不完美的完美瞬间，没有剧本，没有滤镜，有的只是两个真实的人在一起创造的回忆。而这份土味中的浪漫，正是当代人最缺乏、最渴望的情感共鸣。或许在某些人眼里，这种求婚方式显得儿戏，但爱本就不是一场预设的剧本，而是两个人在相处中写下的即兴段落。于龙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浪漫不在于仪式感的宏大，而在于能否打动那个你在乎的人。真正的浪漫，是你知道他的笑点，懂他的反应，用最简单的方式给他最真实的快乐。我们都见过铺天盖地的玫瑰和奢华晚宴，但那些画面或许只存在于照片里。而像于龙这样一颗假钻戒的用心，才是真正会留在回忆里的温度。他不需要别人认同他有多爱，只需要咩咩懂，他的快乐就是他最好的浪漫回应。在这个人人都追求标准爱情的时代，他们却用一个滑稽却温柔的方式，定义了独一无二的幸福模式。一场求婚引发如此热烈的反响，自然少不了这是不是策划好的质疑声。在如今这个直播行业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又是一个带流量的剧本。但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造堂、剪辑、炒话题，才更容易在一场真情流露的即兴表演中被触动。从于龙表情中的那一丝紧张，到他从口袋掏出戒指时的顽皮眼神，再到杨咩咩笑着责怪他你是疯了吗的瞬间，哪一幕不是细节满满、无法排演的真情流动？若是剧本，那就太完美了，完美到让人宁愿相信这不是表演，而是他灵光乍现、心血来潮的一个爱的冲动。其实，对于屏幕前的观众而言，重要的并不是真假，而是那一刻让人相信了爱情的可能性。相信即使是人前嬉笑怒骂的直播搭档，也会有私下认真对待彼此情感的柔软角落。是的，也许我们无法确认那一刻是不是设计好的，但我们可以肯定，那种由心而发的光是演不出来的。这句话听起来轻松幽默，甚至有些搞笑人设的味道，但仔细想想，它其实藏着无数打工人的爱情理想。
广告搭档、直播搭子，表面上是职业术语，但背后却是能不能一直一起努力的愿景。广告搭档意味着，不只是一起拍视频、带产品，更是彼此最稳定的依靠。在这个人人都在争流量、拼热度的时代，有一个人不看你红不红，而是在你最累、最焦虑的时候，依然愿意和你并肩，那是一种罕见的幸运。于龙用广告搭档这个词替代了传统的妻子、伴侣，听似轻浮，实则认真。因为这不仅是求婚词，更是他们关系最真实的写照，一起熬过没观众的冷场，一起扛住评论区的质疑，一起在镜头前笑着卖力工作，回头还能一起吃个宵夜说句今天我们挺棒。这不是童话式的浪漫，而是现实版的温柔陪伴。没有花前月下，只有并肩作战。这种情感可能比我爱你更踏实，更令人动容。说到底，那颗闪瞎眼的巨大假钻戒不过是塑料和玻璃做的，没有任何市场价值。但正是它，在那个夜晚点燃了无数人心中对真情的向往。在这个一切讲究精致和仪式感的时代，求婚似乎也变成了一个攀比场，餐厅要米其林的，戒指要1克拉以上，摄影师要航拍3机位。可真正的感动，往往不是价格，而是用心。于龙没有花几万元定制钻戒，但他肯定花了心思准备这个惊喜。他知道杨咩咩喜欢笑，喜欢被逗，喜欢轻松而不做作的浪漫，所以他选择用一个反差感极强的方式来制造这个回忆。那不是敷衍，而是一种我比谁都懂你的默契。而杨咩咩也用他那一句你疯了吗和那个笑着伸出手的动作回应了这份心意。他并不在意戒指是真是假，因为他知道那一刻的心动是真的，眼前这个人也是他愿意托付的人。他们用一枚假戒指做出了最真的承诺，这才是这段感情最让人动容的地方。网络时代的爆点每天层出不穷，但真正能让人记住的却是那些能触动人心的瞬间。于龙的求婚不仅霸榜热搜，更在短短几小时内形成一波波魔音式传播，堪称年度名场面。网友们的评论看似搞笑，却勾句走心。这颗戒指掉地上可能会吓坏考古学家。假钻戒，但真情书写在咩咩的笑容里。别人家的求婚是我爱你，他们的是你还敢接我这活不？这种评论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大家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向往却得不到的东西，不是钻戒的大小，而是有人懂你的幸福感。我们羡慕的不是那句台词有多特别，而是他们之间那种我逗你笑，你愿意配合的默契。在所有喧嚣中，大家愿意为这对情侣停留、点赞、评论，是因为他们不完美，却真实；不隆重，却暖心。这正是当代人最稀缺的东西。他们用笑话般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比任何偶像剧都更动人的求婚。网友们不是在围观八卦，而是在见证一个时代仍然相信爱情的珍贵瞬间。这一刻，于龙和杨咩咩用他们最自然、最真实也最有趣的方式告诉所有人，爱情不需要模板，它只需要你用心。就算是假戒指加整活式求婚，只要是真心所致，它就能穿透屏幕，抵达每一个看客的心。或许这样一场笑中带泪的求婚，才是最难忘、最值得铭记的名场面。感谢收看。如果你也被这一对笑中带甜的组合感动到了，记得点赞、评论告诉我们你最喜欢哪一个瞬间。也别忘了星号订阅我们的频道星号，第一时间看到更多精彩内容。星号，你们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们创作的动力。星号，快在评论区和我们聊聊，你觉得这场整活式求婚有多值？你愿不愿意收到这样一颗巨大无比的真心钻戒呢？下期我们继续带你揭秘更多明星幕后名场面，敬请期待。